我从电影院一出来，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。我说他想干什么呀？啊，整天逃课打老师，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，他白天晚上不太一样，白天在台上讲课，晚上呢就要在台上讲笑话。让我们欢迎墩儿。好，同学们上课了啊！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，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。好，从9月1号到现在，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。哎，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，整个人湿气特别重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，就去考一张教资。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，我一照镜子，哎，就差一张教资了。很多新的老师，他们的身份呢，从学生转到老师，特别不适应，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，镇不住学生。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。我的室友呢，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，他特别紧张，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。他开学之前呢，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。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。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，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。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，他找了以后呢，不管不顾，直接往班里边就带，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哎，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，浪费时间。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。我开学第一天一进班，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，我就看，一直看，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，我轻轻说了4个字：下不为例啊。哎，就那一瞬间，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，我就知道，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我后来感觉啊，当了半年老师以后，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。说实话，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。哎，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，老师这个不会那不会，在班里边特别紧张。我说你们紧张什么？我跟你们一样紧张。很多知识点，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。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，生怕自己讲太慢了，考试之前讲不完。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，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，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。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，哪儿那么多问题呀？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，40个人超前40分钟。这节课上自习吧，根本就上不了这课。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，我觉得特别好用，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。哎，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，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，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。哎，我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我说啊，是吗？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？老师觉得很失望，很失望。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。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，自己就不能再犯了。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，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。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。我们班小孩一看我，我也很心虚，我直接就上课突然喝一口珍珠进嘴了，嚼不嚼呢？哎，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，我听得特别清楚。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？
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？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，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，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比如说我小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《哈利波特》，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、最自由的人。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，我又去看，我坐在观众席，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：谁要当他班主任，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。我从电影院一出来，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。我说他想干什么呀？啊，整天逃课打老师，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。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？我说真的，有点共情斯内普了。哎，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，没准教龄就2年。我现在除了想法，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。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，演到一半，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，你别害怕啊。我手机突然响了，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，我忘词儿了，我上去就，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。还有刚刚气氛组，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。夸过我，夸过我。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，我演完了以后，那场子热不热、好不好笑，咱不知道，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。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：“哎，多少老师，您在讲，就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？我们很紧张。”我说：“你讲那么差，我看一眼怎么了？这么不幽默，下不为例啊！”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，还是想跟大家说，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，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，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，喝喝奶茶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，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，作业写完了吗？看什么呀？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，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墩儿。老师，我能摁了吗？老师？可以。好。谢谢墩儿的表演，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谢谢。投票时候都举手了吗？就投票，这是。他们都很乖的，我都示意了。确实很像老师哈。人就是老师吗？这什么叫很像啊？哦，不是，对不起。你们先聊，我站一会儿，没事，坐下说。好。我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他们3位，可以吗？您可以。小组讨论啊。哎，咱们舞台上好像虽然有很多朋友是老师出身，像教主啊，像包括期末之前都做过英语老师，但以这个教师身份来到舞台上，是不是？他有编制。哦。我没有。啊，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师都没有编制吗？没有。哇，现在当老师这么难啊？好难啊！可能有点难。孩子好幸福啊，这么优秀的这个自由教师。大鹏导演，您上学的时候是哪种类型的学生？哈利波特这种，还是乖学生那种？我是班长。哦，然后全年级我能考第2名。但我妈眼中我依然是个 loser。你是怎么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？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当老师的，在写这个段子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嘛，就是也是一个职场新人，我遇到了什么太大的困难吗？其实没有，我觉得我进来以后，我觉得很多事情做得很顺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老师，然后我也很喜欢。你是个好老师。大林应该从小就是听话的学生是吗？没看我半天，我都不敢言语嘛。我是因为我是个守纪律的好孩子，我哪能随便出怪声影响您讲课呢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您能想到这么多，观察到这么多，包括最后咱们聊天的时候这种表述，能说明其实您也是一个很有亲和力、愿意和别人聊天的人。我觉得如果孩子能有您这样的老师，那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。
我就是很喜欢跟我们学生交流喜剧方面的东西吧。然后我在我们学校也开了一节。会儿您是教什么的？别，我是教英语的，然后因为英语现在有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知识嘛，然后我在学校也开设了一门喜剧研究课。就把不同的喜剧形式带到课堂上去。然后我们上个学期的期末是每个人讲了5分钟。这8个学生就撑1节课了。对，然后我给他弄了一个展演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会不会将来有您的学生也来到这个舞台上吐槽？选择我期待跟他一起。我觉得墩儿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因为我妈就是英语老师，然后也是我班主任，所以我的学生时代就是过得非常的被监控了一切。但是我就看见你有一种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个非常好老师的感觉，因为我感觉到你在鼓励学生做很多新的东西。就刚刚你讲的这一段，我也觉得很好。你把你的人物在这个讲述的时候的设定，你老师的状态和你跟观众的互动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表演是让人很悦耳的、很舒服的、很轻松的一个体验。而且就是教师是咱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职业，但是在脱口秀的舞台上，之前往往都是演员以学生的视角出发嘛，说我当时被管的，或者我上课不听话，无论是吐槽还是自嘲，但其实教师的视角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。说实话，他这个还真不容易。您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反应过来了，因为一般来说，我们要是扮演学生的话，其实是和观众站在一起的。他其实扮演了一个观众对立面的角色，然后还这么讨喜。你想上一季梁岩演一爹，最后不是还让人投下去了吗？是不是？因为大家不一定都当过爹，但都有爹。对，就是选择和观众对立的这个关系，其实不好演。确实，谢谢墩儿的表演能带来另一方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。我觉得只有这种大家都说出来，都交流，然后哈哈一乐，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。也是得到了气氛组的满票，恭喜！谢谢。那挑战继续。坐在对面的演员朋友，如果要选择挑战的话，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起立。倒计时最后5秒钟。谢谢。一个学生。对，学生。来吧，宝贝儿。好，那老师您先回去备课好吗？我们请谢谢来到舞台中央，有请谢谢。清北对战，他北大的。哦，你是北大的？对。哎，你早说呀！你早说，我们8个校友都不知道你也是北大的。哎呦，你看看咱们校友会，现在是社长吗？是社长。啊，你是社长？你们宿舍社长？我不是宿舍社团社长，脱口秀社吧？哎呦呵！别！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我是北京喜翻喜剧的演员，然后现在也是北京大学学生去听脱口秀协会的社长。就是他是清华的无问西东喜剧社的前社长，那个时候我们2个社团就有很多交流，在线下关系也很好。多儿他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我感觉他今天的一身妆造味儿挺正的，就是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。当时多儿一转过来一看我，就是有那种就是有点像在上课，然后老师在上面讲，我在下面笑，然后老师一瞪我嘎就站起来了，我说老师对不起那种感觉。好，同学们上课了啊！哎呦，我接下来我能够站在台上去给班主任讲笑话，我觉得这都挺奇妙的。下不为例啊！我跟你讲，谢谢放狠话环节，给我准备了一句狠话啊！哎呦，来，你讲出来，让你讲出来。我说77，酷起来！我说狠话。77，他们都说你是喜番1姐，但在我这儿，咱俩谁是1姐还不一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抢1姐的位置，就是很好笑。有请谢谢。清北之战来了，成为政府的首次第1的学校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，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。
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。对，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，我心存感激。而且今天也很开心，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，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，跟老师犟嘴。啊，我非常紧张，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，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，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传播度非常广。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，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？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？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，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，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。真的假的？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。但是老师看到以后，他质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学了？”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？让我改成北京大学，我不敢犟嘴，真改了。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，后来还真的考上了。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，我是北大的，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？会搞笑，这。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，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，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就有人觉得说，哎，你装什么？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，他们就辛苦了。哎，活该你上北大，确实很辛苦。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，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。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，尤其是重点班，班味儿有点重。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，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。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，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。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，比如说背英语单词，comedy， 我们就得 COMEDY。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，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。你那么大声，分数没上去，分贝上去了。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，后来想了想，其实挺雅的，那背一会儿就哑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，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，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，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。就怎么说呢？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，其实。我的妈呀！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，但是在衡中啊，我们不用谈上恋爱，就可以被抓。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。你看他这个用词，他就很赛博朋克。非正常接触，感觉谈了个外星人。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、男女同桌吃饭、男女并排行走。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哦。那啥是正常接触啊？操场上亲嘴儿。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？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。我不是很理解，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，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。你要上我回家反思，我俩可就逛街去了。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，他专门负责查违纪，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，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。哼。恋综观察员，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，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，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。我当时比较爱干净，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，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。德育主任质问我：“
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天天洗澡，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。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？我是为了卫生。不洗澡我身上痒痒。老师说身上痒痒，我看你是心里痒痒。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，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，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，看有谁抬头看他。如果你抬头看他，你就是没有学进去。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，我已经学进去了。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，但为了避免违纪，硬不抬头。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，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。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，突然老师推门进来，我嘎一走神，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。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，他也当不了诗人，他望不着明月，他举头只能望主任，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一周。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，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，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，罪犯都没有体验感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-47踹门而入，没人理。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，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，罪犯都吓坏了，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说 freeze， 我们 FREEZE。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。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好，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哈哈哈哈。谢谢的表演啊！喜欢谢谢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。我觉得只有谢谢这样衡中毕业的朋友有这样强大的意志力。你的右后方一直有一位班主任盯着你，全身都在发抖。看上去非常纯熟的表演，但其实谢谢是喜番俱乐部非常新的新人，也是00后。啊，你现在还在读大学？对，我在读大2。才大2啊？他只是长得老。看不出来吧？在衡中3年当9年学的，我今年32了，复读了这么多年，考上北大了。因为我也是河北的，就是说很多事儿咱们都很像。不知道诸位这个上学的时候有类似的经历吗？这都是真事儿是吧？里面大部分是真的，但是刚才也像庞博老师说的一样，就是衡中它不光是一个学校，它现在是一种模式。可能我所在那个衡水第一中学，它里面只会有一些规章制度是我刚才讲的。那你的高中老师对你现在在讲脱口秀有什么评价吗？没，我高中毕业以后没怎么找过高中老师。他们的任务是把你送进北大就结束了。对，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啊。我感受到我们今年好像参赛的学霸特别多哈。当年庞博讲脱口秀的时候还是一枝独秀的。我方便问问你讲脱口秀多长时间了？大概2年吧，不到2年的时间。所以你们也没有老师，也都是看段子、看视频自学的嘛？哦，我是从小看脱口秀长大的。骂人。那么您看谁脱口秀长大的？叫叔叔。哎，没有。是吧？我是小学的时候就跟我爸一块看那个今晚80后脱口秀。对，
然后我记得庞博老师拿大王的时候，17年脱口秀大会的第1季，我当时上初1还是初2。所以后几季大王其实您是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在衡中是吧？不让看电视啊。他心目中我统治这个领域。我其实，在衡中看脱口秀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慰藉。就是当时我可能1个月才能放1次假，回家就半夜躲在被窝里面把攒的那几期节目看完。就是它能鼓舞我后面再1个月的时间在衡中学习的时候也会很快乐，因为我觉得我希望能够。现在努力以后有更多的选择，就可以选择站在这个台上，跟我当年在电视机就是在屏幕里面看的演员老师们站在一起。我觉得这样，就是。所以你高中的时候就决定了以后想讲脱口秀？对，其实从小时候看就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。我记得当时是周老板在节目上讲了一句话，说单口喜剧没有怀才不遇。就当时嘛，那种10几岁的青少年男生，我觉得我也有才。我想遇一下，我就觉得。刚刚讲完这个高中的经历，大鹏导演有什么想跟谢谢交流的？哎，我是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，有一段时间我在我那个节目里面，因为就这个学校很普通，为了让它显得受待见，我就加皇家，我说我是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毕业。你是大2的学生？对，我04年。你是咱所有这个演员里最年轻的吗？没有，陈明飞应该比我还年轻。我大学毕业那年你还没出生。你现在回顾起衡水的这些经历，你会更感激他多一点，还是觉得？我其实是在辩证的看待他们。我觉得确实我在衡中，就是通过他们的非常成熟的一套模式，考上了我想去的学校，然后能有现在这些机会站在这里。但是，确实在衡中也给我造成了非常多的改变。就比如说很明显的一点是，我来录这个节目，当时在录那个集结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话很多，应该后面要有人加入喜番。他是不是安排？来风也得多签几个一会儿。其实他们也挺装，他们也挺装的。有请第37至48位的选手进入集结区。然后后来公布了我那头排名是倒数前5，然后我马上就不会再说话了。我那一整天心里面都很难受，就是成绩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衡中基因一下就觉醒了。对对对，我一会儿不往死里讲，就把你们往死里讲。就我其实知道自己的东西在线下打磨了很久，我挺喜欢这一篇稿子，但是当我真的在那头排名出来的时候，我又开始觉得自己的这个稿子是不是还不行。这就是在衡中出来以后，我一直想要去改变，但是改变不了的一个烙印。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讲单口，然后慢慢的去改变这些东西吧。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当然。河北小孩都这样，就是特别容易被排名所影响，但更重要的肯定是每一次演出现场观众给予你的反馈。对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别老跟他说这种排名的事儿，一会儿又把他这个基因勾起来了，就优秀，优秀，好不好？优秀。我看气氛组也是给出了满票，那我们把班主任也请到台上。总有这种奇妙的对决啊！一位老师，一位学生，都是气氛组的满票，究竟结果如何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谢谢取得胜利，也恭喜墩儿149票。根据规则，咱们老师可能要先去备课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先去准备一下工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请墩儿先前往我们的待定区。那么有没有人要向谢谢继续发起挑战呢？倒计时之前，请起立，最后5秒钟。无人挑战，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成绩。191票。哎呦喂，强呀，我哥！恭喜谢谢成功晋级。可以，可以。
谢谢他的这个即兴的出梗能力以及他思考一些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然后他又拿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能打的题材，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大2的学生来说已经非常厉害了，我觉得前途无可估量。谢谢呢是现场抓取梗的能力非常强，就是这个东西会给你的表演增加至少20%的加成。